明明集结了11位新生代的全明星阵容，以及新生代最强奥令加的震撼登场，为何评分却是只有离谱的6.4分？相比较之前剧场版剧情的足够深度，本片更像是专门为粉丝准备的情怀嘉年华。大部分新生代的登场就像走马观花，并没有过多的铺垫与塑造，因此剧情推进过于仓促生硬，合力封印邪神格里姆德的大场面也只是一笔带过。不像梦比欧斯与奥特兄弟中，开场便是奥特兄弟封印萨乌鲁斯的极限大战，接着再引出后续剧情。不过遗憾归遗憾，新生代的全体集结加上全程的高燃打戏，就已经赚够了眼球。那就让我们通过完整剧情来看看这部泰迦剧场版新生代之巅究竟是怎么个事儿。故事发生于奥特银河格斗新生代英雄之后，众位新生代一同追击着托雷基亚，并将其逼入一颗陨石之上，但托雷基亚却有恃无恐，消失在原地之后，留给新生代们的竟是满地的陷阱。就在托雷基亚得意之时，泰罗也前来阻击托雷基亚，两位昔日的好友立刻展开了大战。而一同前来的泰迦风马泰塔斯三人小队来到陨石之上，接替众前辈对付托雷基亚。为了增加胜算，众新生代纷纷将力量借给了三奥。泰迦三人在力量加持下自信满满，殊不知却要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就在泰罗与托雷基亚打得不可开交之际，儿子泰迦以及风马泰塔斯赶到，并信誓旦旦地表示会解决托雷基亚。可几人帅不过3秒，托雷基亚两发射线直接将风马以及泰塔斯打成了粒子状态，简直不堪一击。而泰迦也不例外，在被托雷基亚掐住脖颈后，也直接被打成了粒子。不过泰迦三人并未消失，光粒子形态下救下了勇敢的少年优信，并在其体内待了整整12年。随着泰迦三人小队与优信的并肩作战下，终于在最终话中击败了托雷基亚。但万万没想到，托雷基亚的能量全都来自于体内的混沌邪神格里姆德。曾经他在宇宙遗迹博尔赫斯的牧场中亲自将其挖掘出来，并封印在了自己体内。如今被打倒后，体内的封印也出现松动，一半力量的格里姆德脱离了出来，实力之强竟让众位新生代以牺牲变身能力为代价，才将格里姆德再次封印在结界之中。但如今结界即将解除，届时格里姆德将会降临在地球之上，而地球上的宇宙人为了逃难，纷纷盯上了优信的泰迦火花，准备抢过来大赚一笔后逃离地球。而众位新生代纷纷来到这个地球，借着保护优信之名，实则行讨债之事。因为失去了变身能力，只能依靠此前借给泰迦三人的力量重新恢复变身。在优信的社长遭遇宇宙人的围攻之时，红凯及时现身，助其一起将宇宙人一一击败。在优信的同伴阿玉和美丽花遭遇危险之时，大地也及时出现，帮助美丽花解除了危机。而臭家兄弟则来到优信身边，一起对抗宇宙人的阴谋。就在远处宇宙人将优信锁定之后，小鹿也及时出手，将宇宙人击倒。新生代的每一次出手，正好将宇宙人的阴谋一一击碎。然而就在此时，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混沌邪神格里姆德破除结界，降临在了地球之上。为了阻止格里姆德，火海勇海开始讨债。在泰迦的授意下，优信便将泰迦火花中罗索与布鲁的力量还给了臭家兄弟，变身器也终于恢复如初。随后，优信与臭家兄弟纷纷开始变身，然而优信与泰迦依然改不了鲁莽的性格，直接化身玉坤形态独占邪神，但并不能伤其分毫。紧接着，罗索与布鲁加入战局，虽然拥有着利刃，但也只是刮痧。在两奥钳制住格里姆德后，泰迦立刻发射斯特里姆光线，可就在爆炸过后，所有的能量竟全被格里姆德吸入体内。紧接着一发射线急射而出，罗索与布鲁躲过之后，泰迦硬生生吃了个满大，直接被打回了常态。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泰迦体内的3个怪兽光界竟分离了出来，全都回到了托雷基亚手中。这竟是托雷基亚的阴谋。面对格里姆德强悍的实力，三奥只有被戏耍的份，泰迦更是被其狠狠踩在脚下。眼看就要释放光线解决泰迦之际，一道熟悉的光线奇袭而来，强大的能量将格里姆德击退。来者正是泰迦的父亲泰罗，随后便准备独自消灭格里姆德。要不说昭和老奥牛逼呢，还能与格里姆德切磋一二。然而这正是托雷基亚计划的一部分，他真正的目标正是泰罗，因为其体内还有一半邪神的力量，促使格里姆德成为了托雷基亚的盟友。就在其对阿玉下手之时，李唐光终于出现化解了危机，随后翔也一起出现，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托雷基亚对于泰罗的真正意图。就在此时，泰罗发动奥特炸弹，迎着格里姆德直冲而去。然而格里姆德早已做好了准备，在一阵剧烈的爆炸过后，只剩泰罗伫立前方。泰迦以为父亲成功了，还想报喜，可他万万没想到，迎来的竟是无情的一脚。因为就在刚才能量逆流回身体之时，格里姆德顺势钻入了泰罗的体内，并且夺取了泰罗的身体。托雷基亚的目的达成了。
罗布兄弟立刻发射光线援救泰迦，但直接被泰罗的2发射线打回了人间体。而泰迦也在与泰罗的对波中败下阵来，还好翔将优信及时救下。面对如今的局面，小光和翔也废话不多说。此时的泰迦对于父亲的做法依然耿耿于怀，不过小鹿适时出现，他用自己与父亲贝利亚的对决开导着泰迦，一定要笑出强大，挽救泰罗于水火。随后优信也将力量还给了小鹿，而双方的终极大战也将展开。看着泰罗以及托雷基亚一同掠过之后，众新生代也终于集结，在王欧布与艾克斯通过委婉的讨债，也终于重新获得了变身能力。随着新生代老大哥小光的指挥下，大家一同开始变身。看着新生代的全员到齐，托雷基亚也拿出了5个怪兽光戒，将他们全都召唤了出来，直接演变成了奥特曼与怪兽的大混战，双方交战一触即发。只见捷德空战面对机械迪洛斯，欧布则面对暗夜毒牙，臭家兄弟面对暴雷闪电，银河与维克特利面对赫尔贝洛斯，艾克斯面对塞古梅戈尔，泰塔斯与风马面对托雷基亚，而泰迦独自面对父亲泰罗。虽然父子俩的实力相差较大，但泰罗并没有被格里姆德完全控制，泰迦还能与其进行近身肉搏，但即使全力输出下，依然无法对其造成有力伤害。反观泰罗依然用坚强的意志抗拒着邪神的控制，不过格里姆德加大了能量，并同时增强了其余怪兽的力量。随后怪兽纷纷对奥特战士展开光线攻击，众位奥特战士被纷纷击倒在地。紧接着5只怪兽再次朝着众奥发射光线，而罗布兄弟正好躲过了一劫，在一阵剧烈的爆炸过后，竟炸出了4个究极奥，银河维克特利、捷德终极形态、欧布3位一体、艾克斯超越型贝塔闪光装甲。既然大家都变身最强形态了，那怎么少得了格罗布？只见格力乔惊艳亮相，三兄妹随即开始融合，格罗布终于登场。只见众奥纷纷飞向空中，地面的5头怪兽齐齐朝着空中发射光线，众奥在躲避的同时，立刻给予必杀技反击。只见5道究极光线全部命中5头怪兽，顿时产生了大爆炸，5头怪兽也全部被击杀。此时5位究极奥落地后，还不忘摆个 pose。压力来到泰迦3人小队，3奥合体之下，终于变身3重斯特利姆形态。随后父子俩同时开启奥特炸弹，只见2股能量在碰撞之下，冲天的火焰直卷云霄，父子俩形成了僵持之势。但伙伴们的羁绊再次迸发能量。在一阵爆炸之下，泰迦取得了胜利，格里姆德也顺势从泰罗的体内分离而出。落败的托雷基亚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他已经决心一条路走到黑。在格里姆德的吞噬下，托雷基亚与其融为一体，格里姆德终于成为了完全体，整个天空瞬间被黑暗笼罩，混沌邪神的压迫感直接拉满了。只见其稍一蓄力，一道光线便将泰罗牢牢束缚，并将其狠狠甩向一边。眼见如此，艾克斯、欧布以及捷德纷纷使出自己的终极大招攻向格里姆德。然而一阵爆炸过后，等待他们的居然是格里姆德的光线回礼，3奥直接被击翻在地。随后银河维克特利、泰迦以及格罗布再次发射必杀技而去，可依然无法破防邪神。反倒格里姆德再次使出光线，将剩余的3位究极奥全部击倒。众位奥特战士的计时器全都闪起了红灯，局势已不容乐观。可就在格里姆德再次发射光线解决众奥之时，泰罗竟将光线死死挡在了自己身前，并告知众人将能量全都传输到泰迦的奥特之脚上，就像从前5位哥哥将自己的能量全都传输到自己的奥特之脚一样，促成了首位融合奥超级泰罗的诞生。只见5位新生代究极奥纷纷传输能量，传输完毕后，优信的手中赫然出现了一个变身器，这难道不是赛罗的奥特眼镜吗？随着优信的变身，新生代最强奥令加也就此诞生。格里姆德见状，直接将泰罗甩向令加。令加在救下泰罗后，缓缓向格里姆德走去，隐隐有种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即视感。格里姆德立刻释放光线，
但竟被令家单手化解。也许令家都震惊于自己的可怕力量。面对格里姆德的层层攻击，令家抬手间便灰飞烟灭，随后一拳直击而去，将格里姆德狠狠击退。最终一击来了，只见令家深深蓄力，一发终极爆冲暴力射出，格里姆德也同时使出最强光线迎击，但随着令家的加大能量，强大的光线直接将格里姆德贯穿，格里姆德在瞬间烟消云散，天空再度恢复了光明。众位新生代的使命也已完成，在对幽信和泰迦等人一番寄语之后，众新生代纷纷飞向空中，回到了自己的宇宙中去了。而泰迦风马泰塔斯也将迎来与幽信的正式分别。如今的三奥在幽信的帮助下，已经恢复了变身能力，并且都有了各自的担当。正所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如今这一别，对于幽信来讲，也许没有了再度相逢的可能。本剧纵有万般缺点，但面对奥特曼与人类的分别时，总会让人感动与不舍。那么你对这部剧场版打几分呢？